各位好，今天更多德语媒体报道了欧盟想对中国电动车展开所谓反补贴调查一事，中国方面表示坚决反对。欧盟、德国官方以及德国工业界的态度，我们大概也知道了。欧盟及德国官方赞成，但工业界表示反对，这也合乎逻辑。欧盟及德国官方赞成，是因为其实他们是某大国的傀儡，而德国工业界反对，因为德国汽车工业绝对担心中方的反制，最后他们会成为最大输家，可能会导致德国汽车永远退出中国。德语区网民的观点也挺有意思，我们先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后续报道。关于电动车的调查，中国指责欧盟纯粹的保护主义。欧盟委员会宣布将调查中国对电动车的补贴，中国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中国政府表示，布鲁塞尔欲打着公平竞争的幌子保护自己的产业。欧盟委员会认为，来自中国的廉价电动汽车对本地汽车工业构成了威胁，因此欧盟委员会想研究征收反倾销税的可能性。北京商务部对这一声明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一位发言人说，中国对欧盟委员会的调查非常关注和不满。欧盟关心的只是在公平竞争的幌子下保护自己的产业，这是纯粹的保护主义，将重创全球汽车供应链，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中方将密切关注欧盟的保护主义倾向和后续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中国商务部强调长期关系，商务部呼吁欧盟进行对话和磋商，为汽车行业的共同发展创造公平、非歧视和可预测的市场环境。同时，商务部还强调了中欧双方在汽车领域的长期关系。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迅速，竞争力不断增强，这是进行不断技术创新和建立完整工业供应链的结果。欧盟汽车公司在中国投资多年，中方始终保持开放与合作的态度，欢迎欧盟企业进一步在华投资和扩张，这也适用于电动汽车。冯德莱恩，这扭曲了我们的市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宣布，欧盟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国家补贴展开调查。他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说，这些汽车的价格因巨额国家补贴而被人为压低，这扭曲了我们的市场，这是不可接受的。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将充斥世界市场，因此欧盟将启动反补贴调查。例如，这可能导致征收惩罚性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继续说，汽车工业和电动汽车是清洁经济的关键产业，对欧洲来说潜力巨大。欧洲欢迎竞争，但不欢迎不公平的压价竞争。近年来，中国涌现出数十个本土品牌，比亚迪、吉利、小鹏或蔚来已经在中国市场上超越了外国制造商，现在又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的财力向海外市场进军。此外，在中国国内经济瘫痪、消费疲软的背景下，中国制造商已经打了几个月的价格战。德国工商总会反对惩罚性关税，在中国的欧盟商会则表示支持公开竞争。欧盟商会表示，自由开放的市场取决于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惯例。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严廷·埃斯克伦德说，中国欧盟商会希望开展以事实为基础的调查，以确保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遵守这些原则。德国工商总会也强调了市场公平条件的重要性。德国工商总会外贸负责人特雷尔说，中国扭曲竞争是欧洲应该坚持解决的一个特殊问题，但最好不要通过自己的过度补贴或因旷日持久的反倾销诉讼而征收新的惩罚性关税。他说，全球补贴竞赛正在日益加重自由竞争的负担，从而损害了德国企业的利益。欧盟希望减少对原材料的依赖。目前，多个经济部门正在采取措施，以减少欧盟对中国等国的依赖，并保护本土企业。例如，3月份，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原材料供应法提案，这将确保欧盟不会继续依赖从中国等个别国家
进口重要原材料。好，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读者评论。《时代报》在德国属于中间偏左的媒体，报道本身不用看了，都差不多。我们可以看到有700多条评论，挺多的。我们选关注度高的来翻译分享。第一条评论：笑死人了。举个例子吧，大众汽车公司对完全相同型号的电动车收费比中国高出25000欧元。这里是资料来源。现在中国人想让我们买到更便宜的电动汽车，然后游说团体大喊大叫，冯德莱恩言听计从，阻止我们买到更便宜的电动汽车。他们想尽可能长时间的榨取我们的利益，这是多么无情的游说政策啊！下一条评论：在德国勃兰登堡的森林里建起一家高补贴的电动汽车工厂，然后因为补贴而追杀竞争对手，这真是荒唐可笑。只要对西方有利，自由市场就永远是自由的。自由市场早已不再确保为我们提供最好的产品，相反，它为我们提供的是那些能为股东带来最大利润的产品。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想到制造出比中国人更好的汽车呢？下一条评论：究竟谁投了冯德莱恩一票？我帮一个朋友问的。德国知识说明，这位读者其实是明知故问，讽刺冯德莱恩是被内部指定上位的，所以有的网友称她为在位女王登基。从冯德莱恩的从政经历以及她的家庭就可知道西方国家的政客们有多腐败。德国经济周刊在2019年时以冯德莱恩美国人的朋友担任欧盟首脑为题，对此政客做了剖析。经济周刊说，她其中的2个孩子拥有美国国籍，她的丈夫是史丹佛大学的客座教授，所以他们全家在美国待过几年时间。正是那几年，他们造了2个人，他们因此顺利取得美国国籍。从他近年的表现来看，确实是为美国利益服务，而非欧盟的利益。他就是中国经常形容的所谓裸官，至少他可以算得上一个吧。至于是否他全家都拥有美国国籍，就不得而知了。大家可能也发现了，西方选举制的政客很多都是一代一代往下传，或者家庭内部有某种裙带关系的。美国政坛、日本政坛、以色列等国家都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美国的老布什、小布什，以及小布什的胞弟克林顿夫妇，还有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理论上，俄罗斯也属于西方选举制。可笑的是，普通选民们以为有了那张选票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除了投票那几秒钟，你屁都不是。正因为冯德莱恩有问题，加上不是选民选他的，所以其实德国人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但有什么办法呢？人家照样吃香喝辣，拿着高额薪水及不见光的收入。普通屁民，特别是那些底层人口，只能到垃圾桶里找几分钱押金的瓶子变卖来苟活下去。这些细节岂是那些屁事不懂的低智商的井蛙1450能理解的？下一条评论：我认为，如果我能买到由中国国家补贴的中国汽车，总比买不到德国制造的汽车要好。因为德国制造的汽车是由我缴纳的税补贴给那些钱包鼓鼓的人的，买与不买，你们自己决定吧。下一条评论：但市场扭曲对欧洲消费者有利啊，届时在欧洲购买中国的电动汽车将更加便宜。这样一来，德国汽车制造商就有了竞争动力，可以将低价小型汽车推向市场，但利润率并不那么高。欧洲汽车业正在布鲁塞尔进行有效游说。下一条评论：特斯拉到处都是补贴。特斯拉来到德国勃兰登堡州，州政府给了多少钱？德国知识补充：德国给予了特斯拉大量补贴，同样对英特尔、台积电都有补贴。他们故意强调中国补贴，而全然不提自己的补贴，这完全是双标。另外，不得不说，因为中国电动车成本低很多，所以售价也低很多。于是欧盟指责中国对电动车补贴，因为欧盟是按照自己的成本套用到中国产品上，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中国布局早，掌握全产业链，加上中国有规模优势，另外中国人的效率更高，人力资源更便宜，各种因素导致中国制造竞争力更强。但西方这些国家一口咬定，你中国没有补贴，不可能制造出成本那么低的电动车。他们西方这些不从自身找原因，光指责别人，这种西方人的尿性让人非常的反感，因为太无耻了。你自己还补贴呢，还好意思说别人？这种赤裸裸的不要脸，也只有西方人干得出来。下一条评论：欧洲最终承认自己未能开发出高科技电池。如果中国在电池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并取得成功，那么这就不是补贴，而是对本国经济的一种聪明而有远见的投资，很可能体现为一种竞争优势，因为这种投资也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归根结底，为惩罚性关税买单的是消费者，因为这使中国汽车更加昂贵，或使其无法进入市场。这样一来，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就可以继续以高昂的价格销售电池质量明显低劣的汽车。最好的办法是让我们自己的产业在几年内与中国和南朝鲜展开激烈的国际竞争，这样即使在中低档和小型汽车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也会具有竞争力。我认为德国产业迫切需要被踢一脚。我们不是对未来进行有远见的投资，而是对气候目标和进展进行游说。当然，与此同时，仍在继续慷慨地分红给股东。这样做的人不配搞保护主义。下一条评论：欧盟反对补贴。欧盟自己就是一个庞大的补贴组织，例如对农业的补贴。下一条评论：有时我在想，高高在上的他们都吃了些什么？中国肯定进行补贴，就像美国和欧盟一样。下条评论：冯德莱恩对拜登的降低通胀法案，对补贴美国汽车和技术只字未提，这清楚地表明了他是谁的智囊，以及他对谁忠诚。欧盟只有独立于美国才有机会。好，各位，到此为止。这些媒体的读者没有任何人同意冯德莱恩的做法，正相反，大家都反对对中国的电动车展开所谓反补贴调查。好，我们接着看看中间偏右的德国《世界报》的读者评论，有200多条评论，比刚才的那家《时代报》的评论要少得多。第一条评论：中国掌握着能源转型和电动汽车所需要的原材料，并生产电动汽车所需的大部分电池。谁能料到，在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一起通过燃油车禁令，将本国的汽车产业打入冷宫之后，中国会试图向欧盟大规模输入廉价的电动汽车？下一条评论：针对冯德莱恩女士与辉瑞医药秘密合同的调查进展如何了？下一条评论：恰恰是德国为每辆电动汽车提供数千欧元的补贴，这又怎么解释？这位网友跟帖道：这些是好的电动汽车，我们可以补贴。中国电动车是邪恶的，所以他们不允许这么做。下一条评论：这位读者讽刺地说：哦，是的，是的，补贴，好幸运啊！欧盟没有任何补贴，但等等，政治阶层有大量补贴。下一条评论：哎呦，欧盟对华出口的棺材上又多了一颗钉子。对于任何惩罚性关税，中国当然会立即采取反制措施。下一条评论：首先，它将打击依赖中国市场的德国汽车制造商。这么做既缺乏外交技巧，又缺乏敏感度，还是想扼杀欧洲汽车业？下一条评论：廉价电动汽车是欧盟的眼中钉。下一条评论：不管这个女人干什么，都是不幸的。她只喜欢自吹自擂，却达到相反的效果。此外，她自己也做了一些事情，需要对其展开调查，这就麻烦了。下一条评论：这位读者也在讽刺，他说：幸运的是，欧盟没有补贴，没有国有经济，也没有腐败，欧盟绝不会把补贴产品投放到世界市场。下一条评论：这位读者跟帖，他说：这也是我的第一想法，纯粹的双重标准。下一条评论：
中国拥有电动汽车技术和电池，在欧盟，尤其是德国，电动汽车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补贴进入市场的。冯德莱恩的计划可能会适得其反。好，朋友们，刚才我们看了偏左以及偏右的媒体的读者评论，可以发现都一边倒的反对冯德莱恩的做法。是否可以肯定的说，他这样做不得人心呢？现在他为何不听听普通人的心声？不是说选民把他选出来是为选民服务的吗？另外，各位，如果欧盟真弱智到对中国展开调查，你们觉得中国应该怎么反制呢？